眼前那是萧瑟，那是你的兄弟啊！没用的，他跟方才5个杀手一样，失去意识了。这一个打我们4个，这比剑仙还仙了吧？ 你在想什么？吴昕应该入宫了吧？吴昕，你找到他了？他之前就入过1次宫，但是被锦轩所伤，最近一直在休养。我前几日寻得锦仙，让他帮忙带吴昕入宫。他是想见他的娘亲。嗯。不过这太冒险了。我认识的吴昕，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。 他不会做傻事。每个人都会做傻事，在遇到最在意的人和最在意的事的时候。帮我盯着宫里的消息。好。能让白小堂堂主每次都亲自过来送消息，我也算是这北离中最有面子的人了。你这永安王府门口盯着这么多双眼睛，没有点身法呀？ 我还真进不来，给你。你要的名单，这1年内入了天启城便不曾离开的制毒高手。不愧是白小堂。唐门有7人，温家有13人，五毒门有3人，六散派有4人，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门派，我也不知道你具体要找哪一个。诡异夜漾，我猜你最先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名字。 这个人不是已经消失很久了吗？曾经药王古一门3杰，拥有药王新百草、神医扁素沉，还有诡异夜鸦。其中诡异夜鸦是最年轻的一个，但是用药之奇诡是3人之最。而正是因为如此，他研究秘术，被逐出了师门。后来听说用药被反噬，死了。可我们白小堂却在半年前发现了他在天启的行踪。他现在在哪儿？ 你知道夜鸦为何叫夜鸦吗？便是他除了用药厉害之外，轻功也是一绝。我们很快便失去了他的行踪，所以他目前的行踪是未知。要将此消息告知华姐。你可以确定是他了吗？药王新百草曾经说过，能够让一个药王谷传人束手无策的，就只能是另外一个药王谷传人。萧瑟。 哎，我都听说了，原来你让白小堂找的人就是吴昕啊！你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在哪儿？吴昕，叶宗主，小声点儿，现在吴昕身份特殊，别这么大呼小叫的。哦，对。哎，萧瑟，吴昕呐，我没收到他的消息。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？ 他说入宫之后便会来找我，可一直没来。锦仙公公那边传消息过来了，说吴昕进入了景泰宫后，行踪就消失了。他并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会合出宫。他被发现了。但锦仙公公说，昨日宫中很平静，并没有说哪里发现了刺客，所以说。 吴昕应该并没有被发现，他很有可能还在景泰宫中。果然如此。他还是想把宣妃娘娘带出宫，再寻找一个最佳良机。可是这样太危险了。不过吴昕没有被发现，所以至少他是安全的。我已经拜托锦仙公公，若有消息，会第一时间传给我们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方才穆公子传来消息。 华姐已经答应了白王的请求，午后给陛下问诊结束之后，就会前往白王府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，你们都在啊。你们要去为白王治疗眼睛，但是去之前，有一个情报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，便是这个。江湖风波记，金榜论武名，这就是金榜啊！上一次金榜更换在海上没有遇到，这一次金榜更换
终于能够亲眼见到。但你们要做好准备，一旦打开金榜，这个消息便会传遍江湖。现在你们还有权利选择封榜，而我给你们最大的帮助也是选择。我从来不怕选择。所以，你是想知道现在的你到达了什么位置？那就劳烦堂主为我们亲自接榜。如君所愿，那便请各位颁榜吧。哎，金榜、第一榜、百兵榜，第一榜从未有过变化。6大剑仙，一剑仙雷轰，10剑刹雷，雷轰师傅他也成了剑仙了。无双剑仙无双，10剑无双剑侠。哇，这小子也成了剑仙，真厉害啊！你心还真大呀，人家比你走快那么多，你非但不着急，还挺高兴。剑客相争，有不错的对手，本是人间幸事。他快我一步，我快步追上便是。刀仙榜依旧被男爵占领，9仙百里东军退士清榜。这有必要公布于世吗？暂演于世，说明随时便可出，这算是一种威胁。如若不这么写，江湖上便会传出他已死的消息，这对雪月城的地位会非常的不利。哎，萧瑟，你这良玉榜还有第8名雪月城弟子谢延树，第7名温家温良，第6名唐门弟子唐泽，第5名雪月弟子司空千落。哎，师姐不错啊。第4名望城山弟子李凡松，这家伙进步也挺快啊。第3名雪月城弟子雷家堡剑仙种弟子雷无杰，我的名号可真长，霸不霸气啊？厉不厉害？我第3名呢，我后悔把他排进良玉榜了吗？白小棠要不要考虑排一个白痴榜，让这家伙当个手脚？少年心性，当再生一名才是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没有第2名，榜首雪月城弟子骆明轩，轩辕六伯术已经被他误导了。应该是这样吧。还有个并列第一，哦，雪月城弟子，萧瑟是你。我说，只有一个良玉榜。我与你交过手，很遗憾，只是良玉榜。真无聊啊！好不容易重出江湖，结果被人压了一头。想必那位刚入了剑仙、前良玉榜的榜首，如今已能入冠绝榜了。排了几甲？你往下看便会知晓。既然百里城主已经退榜，那么同样闭关的莫一仙人也会退榜。这冠绝榜上2甲皆退，谁又会取代他们的位置？冠绝榜第4甲，严战天、谭台破、雷轰、无双。雷轰师傅真厉害，又入了冠绝榜，又入了百兵榜。第3甲谢轩、斋月君、雷云鹤。第2甲唐连月、司空长风。父亲入2甲了。怎么，3城主都2甲了还不高兴？当时我们从海岛回来之后，他就经常闭关练功。他说，如今2城主伤重，大城主又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他区区一个3甲，撑不住雪月城的天下第一，需要进一步才行。只是，虽然入了2甲，但是原来2甲的那个人已经离开了2甲。江湖冠绝榜第1甲，孤剑仙骆青阳。这莫一仙人将要闭关10年，他不会再入江湖。百里东军陪伴着他，也不会再归来。难道这天下能赢得过这凄凉剑仙之人，就真的没有了吗？至少如今并不存在。这5榜之上，我们依旧是最有优势的存在。只不过雷家堡祖训无法入天启，他们如今跟我们的关系又很微妙，这2大助力，我们很难用得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这6大剑仙中，雷剑仙受祖训不得入朝堂，如剑仙又是半避世之人，雪月剑仙身受重伤，虽然出现在名单里，
但也是个意外。剩下3人，能入天启之战之人，都不是我们的人。是。至于冠绝榜，所有的名字加在一起，都不如一个手甲。孤剑仙，落青阳。你要从现在就开始准备了，因为这份武榜2日之后便会传遍天下。我明白。那剩下的事便只能与你一人说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白王府，我建议你不要去。为何？如今的天下，只有白王府的势力拥有2位剑仙坐镇。白王一旦恢复光明，对你不利。人生在世，趋利避害。可我萧瑟不是凡尘之人，所以二哥这忙，我一定会帮，不管对我有没有利。因为当年的那件事，你一直有愧疚。二哥这些年做了很多事，我不认可，但他不应该是个瞎子，我必须帮他。其实你的答案我早就已经猜到了，我来告诉你这些，只是希望你提前做好准备而已。好。白小棠怎么又飞鸽传书了？他们不怕消息被拦截吗？他们不怕这条情报被拦下。为何？我已经知道暗河被赤王收入囊下了。果然就是那家伙，在千金台看他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。神医那边传来了消息，他确认了白王眼睛可以治疗，而且定下了日子，就在3日之后。我们的人都派去盯着了吗？放心吧，华锦姑娘的周围我已经安排了许多隐卫相守，只不过这些隐卫无法进入王府，所以那日的白王府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刻。二哥德行兼备，在朝野之上人望很高，若不是目盲不能视物，只怕比起父皇当年也差不了多少。不过他这次快要重见光明，老妾绝不会听之任之。他们会杀了华姐？杀了华姐，不但白王的眼睛治不好，陛下也会死。而且这一切还能很好的嫁祸到我的身上。毕竟派华锦过去的就是我。我去保护华姐。我也可以。通知藏明，这一次我愿与二哥联手，将幕后之人连根拔起。我这就去安排。我送叶姑娘回去。千罗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再练个石沉枪就去。你最近怎么突然这么刻苦？比在雪月城30尊面前还要刻苦。因为3日之后，又是一场大战。辛苦了。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？相信我，很快。结束后，你会跟我一起回雪月城吗？你为什么闭上眼睛？你为什么避开我的话？我会回答你的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拼命练枪吗？因为我想比你强。到时候如果你不跟我走的话，我就把你绑了跟我走。他们都说你是要当皇帝的，可这皇帝有什么意思？你看你的父皇活得这么累，而且这天启城……好了，我都知道。那你笑话我？你来了。
清风明月杀人夜，六哥来此也是想和我一起看一场好戏，品一杯好茶吗？我原本以为今日你要亲自动手，想不到却找了这么个地方品茶。自己动手，哪有看戏有意思？来，我给你留了个好位置。我记得这个人，当初他想杀你，被吴昕拦了下来。暗河的大家长。唉，你从小就愿意与我作对，我什么都抢不过你。但是这一次，你赢不了。今天二哥的眼睛不会好，那位请来的小神医也再也走不出那道门了。暗河大家长神功盖世，可有信心稳操胜券啊？你知道，这周围我还安排了多少高手？你身边的这个小姑娘，对付得了那么多人吗？你又是大家长的对手吗？说得对啊，如今的我的确杀不掉大家长，但我知道有位前辈，有资格与大家长一战。有意思了，我们这里打起来可比白王府内更精彩了。不如这样吧，今天我们不打架，我们打个赌。不如这样吧，今天我们不打架，我们打个赌。我赌二哥的眼睛今天能治好，小神医也会安然无恙。好啊，你想赌什么？就赌这天启城。这赌局还未有这么大，区区一双枭虫的眼睛，配不上这天启城。天启城的赌局还在后头，不妨我先要个彩头。若是我赢了，你的那座雪落山庄就是我的了。你从小就想跟我抢，区区一个宅邸而已，到现在还放不下。当年我也说过，终有一天我会抢回来所有的一切。那倘若是我赢了呢？你提。若是我赢了，把我朋友的消息给我。六哥，你还是这么的聪明。我再问你，赌还是不赌？好，我奉陪。算一算时辰，小神医已经要完成他该完成的事情了。按叶押所说，这些不完美的药人杀手只能坚持1炷香的时间了。看来今晚注定还需要发生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才行。去吧，结束白王府内的这场好戏。这人的身形怎么看着这么像吴昕？吴昕，你好好看看你的眼前，那是萧瑟，那是你的兄弟啊！没用的，他跟方才5个杀手一样，失去意识了。这一个打我们4个，这比剑仙还仙了吧？吴昕，吴昕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刚刚喊我什么？吴昕，
看来应该听鬼医的话，此时用它确实是操之过急了。无心，退下。萧雨，你搞的鬼！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。虽然这场赌局最后赢的人是我，可你已经得知你刚才询问的答案了，你应该觉得庆幸。不过，你的那座雪落山庄是我的了。是吗？你为何如此确信你赢了？二哥可是毫发无伤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可惜了，这是我藏得最好的一颗棋子，本想用在最后的。什么？二哥是个聪明的人，但他有个缺点，就是太容易信任别人。他最信任的那个人，带着他走向了绝路。萧景熙。要吃吗？大局为重吧，去看看二哥。小神医，小神医，怎么样？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唐门暗器。青缕衣，这就是大师兄离开雪月城的时候送给你的。此物名叫3寸之地，是唐门少有的防御暗器。有人熟睡之时，有敌方来袭，此物便自动展开，取敌人性命于片刻之间。当初他私自联系暗河之后，我就传信给虫儿，让他多加留意。可虫儿却说绝无可能。他对兄弟如此仁厚，却没想到身边养着一只毒蝎。哼，原来这暗河就是他找的，那死在大师兄留下的暗器手里，也算是活该了。沐春风应该没事，神医如何？我救不了他，要立刻请大夫来看他。先带回雪落山庄，还是送往太医院吧。不可，不能让天启知道神医重伤的消息。那吴昕怎么办呢？先回雪落山庄吧。现在就算把他抢回来了，我们也救不了他。谢轩先生也在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啊？难道又有人受了伤，需要我去医治？是华锦小神医。小神医？小神医昨日被人重伤，至今还昏迷不醒。哎呀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如今陛下的病全靠他给调查。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啊？在我的府邸雪落山庄。那你们找国师还有其他事吗？还有一事。啊，那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告辞。殿下，快请坐。晚辈知道青天剑只达天命，不问政事，因此
一直没有来拜访你。但晚辈最近碰到一件事，不得不来叨扰国师。请讲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公认的精才绝艳，但最近失了神智，功力也大增。就算我们几人联手，也对付不了他。殿下说的可是叫无心的少年？正是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在赤王萧雨的身边。我们都觉得是赤王控制了他。控制了他？这样的事我之前只听我师父说过。我怀疑是西楚药人之术。可如此奇邪的术，就连白小棠也了解不深，故只能来钦天剑求一答案。西楚灭国之后，应该只有药王谷一支还密留着炼制之法。这新百草绝不可能。扁姑娘早已去世，难道是月牙她还活着？果然是他。可月牙纵会药人之术，他并不一定就是炼制药人的人主啊。何为人主？所谓药人皆有人主，炼药人需以血为引，这一滴血必须是至亲之人的鲜血，又以亲生父母的最为完美。若没有引，只有药，炼制出的药人极易遭到反噬。难怪那些人最后都死了。但是吴昕给人的感觉和他们不一样，身上没有那股死气。但是这世上还有谁的血能够为他炼制药引呢？宣妃娘娘，宣妃就是吴昕的生母，若需要至亲之血做药引，那也只能是宣妃。药人之术的解法，同样需要弄到这一滴至亲之血。那想要救吴昕，只要找到宣妃就好了。是需要宣妃的至亲之血。那一滴至亲之血就够了。弄到了至亲血，后面的事情交给小神医，就并非难事了。晚辈多谢前辈解惑。走。哎，樊松兄弟，飞轩小弟弟，你们怎么在天启啊？雷，哎，飞轩，他是咱们师娘的弟弟，那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？按辈分，你应该叫他叔叔，我应该叫他叔公。哦，雷叔叔，你叔什么叔啊？都把我叫老了都。哎呀，算了，能在天启城遇见故人，还真是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为什么来这钦天监啊？我叫他们来的。所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见到谁？暗河大家长，苏长河。他昨日现身了，现在是赤王萧雨的人。什么？况且以你的剑术，现在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得从长计议。哼，放心，师父传了我儒者剑，我日夜修行，早就今非昔比了。儒者剑？如今小师说跟随谢轩先生学习儒者剑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先后2位剑仙教你剑术，你日后必成大器啊！不要以后，只争朝夕。好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我自会告知你们。告辞。好。谢轩前辈，华神医怎么样了？啊，已无大碍。前辈几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萧瑟大人感激不尽。啊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前辈客气了。若是没有前辈赠我的无名书，我们几人早就死在安和的手里了。这寻常人看书啊，是看不出门道的。你能看懂，那是因为你有能力。哎，我上次送你那本书，你看的怎么样了？前辈，你送我的那本《晚来雪》，在街边3文钱就能买到。那可不一样啊！我送你的那一版是未删减版，仅此一本啊！我在里面加了很多情节，很好看的。那前辈，既然是仅此一本，您怎么会有呢？那《晚来雪》的作者是谁啊？江南才女谢飞轩。那我叫什么？您叫谢轩。
是传说中容颜绝世的江南才女就是你？是我。有点恶心。你想去后宫见宣妃？你了解宣妃她是什么人吗？我只知道，她是父皇最爱的女人。你父皇一生只爱过2个女人，一个是你母亲，只可惜她在生下你之后不久就病逝了；另一个就是宣妃。但宣妃不仅仅是绝色美人那么简单，这世上除了你父皇之外，还有2个绝顶之人愿意为她赴死，一个是昔日的天外天宗主叶鼎之，另一个就是如今冠绝榜榜首的洛清扬。这宣妃独处深宫多年，好不容易见了吴昕一面，你难道要告诉她，吴昕现在变成了药人吗？但是我需要她的血。吴昕是她的孩子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我就知道，你决定的事，谁说也没用。皇叔了解我，我只能送你们进去，无法接你们出来。但我会在城墙东角给你们备一辆马车，记住，1个时辰之内必须出来，否则车夫就会走。知道了。这是给你们备的衣服，一会儿换上。为什么要换衣服呀？萧瑟不是皇子吗？我跟着他进去不就行了？白天进宫是不需要换的，但现在是晚上，宫禁之后，任何人不能进去。再说你们去的是后宫，他又是皇子，更得避嫌。哦，好吧。嗯，这怎么是女人的衣服啊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去的是后宫，只有打扮成宫女，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是我们2个大男人穿着宫女的模样，这不更令人注意吗？萧瑟，你怎么看起来非但不纠结，还一脸期待的样子？你哪来这么多话呀？你现在话多，说明你特别兴奋。穿女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？早知道穿女装，就让千洛拾起来。萧瑟，你很有天分啊你！闭嘴，你个白痴，不准说出去。坏了，萧瑟。什么坏了？你看他这仪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怎么可能是指望他娘啊？没认错，看起来年轻吧，其实已经快40岁了。啊！没叫你们，怎么自己进来了？进去。景泰宫新来的宫女吗？本宫怎么没有见过你们？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就是骨架大了点，像个男人似的，可惜了。宣妃娘娘，不装了。萧瑟，怎么这么快就被识破了？娘娘是洛清扬的师妹，也是影宗宗主的女儿。影宗最擅长的便是伪装，我们能骗过其他人，自然瞒不过宣妃娘娘。你跟你父亲还有母亲长得很像，永安王殿下。娘娘见笑了。萧瑟见过宣妃娘娘。永安王殿下夜闯后宫，还带着这位修为不凡的朋友。你们2个这是来杀人吗？不杀人，不，只求宣妃娘娘一滴血。一滴血？为何？我有一位朋友，最近中毒，中毒原因正是因为娘娘的一滴血。
相同道理，若想解毒，也得靠娘娘的血。之前雨儿也求了本宫的一滴血而去，不知道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，也不知道为何，本宫的血可以作毒，还可以解毒。老七求的那滴血，便是我说的那个毒。至于娘娘的血为何能作毒又能解毒，那是因为中毒之人身上流着和娘娘一样的血。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天外天前宗主叶鼎之之子，叶安世。是他来了。娘娘不知道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这里了，宫外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对于这个世界，我已经是死人了。娘娘，您当年和叶鼎之以及父皇的事情，萧瑟没有资格知道。但这世界上总归还有人记得娘娘，挂念着娘娘。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起他的时候。可是我这个朋友，他想着娘娘，甚至来找娘娘。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世。不错的名字。难道是他？那个娘娘，娘娘，我们时间紧迫。拜托了，娘娘。多谢娘娘。等等，你若再见到他，请他勿再来找我。萧瑟明白。雨儿，母亲，那日你去青天剑，说要给我祈福，用我的血祭灵符。我知道不是实话，却也依了你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拿来害自己的兄弟。母亲已经知道了。不过我没有兄弟，他只是母妃的另一个孩子。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又何必要害他？我不害他，那他就帮着刚才来的那2个人害我了。母亲想救活一个孩子，而害死另一个吗？你让开！母妃，请不要走出这道门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也保证，母妃的另一个孩子也能活下去，不过要等这一切结束之后。哎，你看，咱们衣服换了，雨也停了。雨停了就赶紧走，宫里来来往往人会变多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啊？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了？想要的东西既然已经要到了，就算被人发现，也比那身衣服要强。如果来人发现了我们，你拦住他们，我跑不就行了？不对啊，你是皇子，应该是你拦住他们，我走嘛。怎么到你这儿反过来了？我是皇子，私闯后宫被人发现，有损声誉。那你不是不怕吗？那我要是被发现了会怎么样啊？你是庶人，私闯后宫，其罪当诛，审都不用审，一刀砍了就是。嘿，
你还真是我的好兄弟。萧瑟，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。什么人？来杀你！是你？你怎么在皇宫中？萧瑟！萧瑟！这样的章法，这样的功力，绝对没错。锦玉公公，就算替重儿还你的恩情了，你们快走吧。走。你是谁？徐怀公。可是，师父已经死了，我明明……萧瑟，刚刚那人究竟是谁啊？当年废了我武功的人。啊？他是宫里的人？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种诡异的内功。那他究竟是谁呢？能出现在这儿，并且还有如此阴柔的内力，一定是五大剑。我怀疑是五大剑之一，第一大剑锦轩，皇城内的第一高手。你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你可以将此事告诉白王，杀了锦玉，就等于把白王彻底推向了我们这边。现在还不急，时机未到。等时机一到，这些债自然让他们来还。宣妃娘娘给的那滴血，我已经交给华锦了。华锦说，她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制炼成药，但是，赤王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给人喘息机会的人。接下来，他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力挽狂澜。好了，我们不聊刚刚的事情了，我们聊点轻松的。乾隆好像喜欢你。雷无杰才是真的喜欢你吧？没想到你这样的人也会扯开话题。我只是觉得你说的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不是好像喜欢我，他就是喜欢我。萧瑟，没想到你改了名字，还和以前一样不知廉耻。可是雷无杰好像觉得是你喜欢我，比以前还不知廉耻。若依，其实我知道，你也喜欢雷无杰。
从你们在百花大会上跳舞，我就知道了。我觉得雷无杰身上有一个人最原始、最纯粹的品质。那些品质我们曾经都有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我们放下了，只有他还保留着。吴昕说过，他是天生玲珑心。那你呢？你喜欢千落吗？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如今在这天启城满城风雨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有心情在这谈笑风月，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死。你又扯开话题。我若真是喜欢风月之人，4年前不就纳妃了？腰细娇小，肤白貌美，还有点小任性，也算是个极品了。听你这语气，还真像是醉梦楼里看花魁的登徒子。那你喜欢千落吗？喜欢啊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这么晚不睡，是在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来了就肯定没有好消息。行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现在就走，不给你添堵。开玩笑的。你的好兄弟蛰伏多年，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了。他们这是要回来了？是，但你似乎并不惊讶。我们的对手啊，以他们的做事风格，时机到了，也该走到这一步了。不过吸引他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白小堂只查到，在那之前，谨言去过一次将军府，随后将军府便派出了16名密探，悄悄出城了。那应该是龙峰卷轴。什么是龙峰卷轴？当年，八王之乱爆发，各大皇子纷纷闯进皇宫，一路杀到了平清殿。他们都在等，即将驾崩的先帝从里面送出来的龙峰卷轴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。可到最后，只有琅琊王和明德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可当他们刚要踏入平清殿的时候，武大健捧着卷轴出来。那卷轴上写的是明德帝。武大健捧旨而出，却始终不宣。最后，琅琊王上前一步接过卷轴，看了一眼之后，便当即撕毁，随后宣布皇位传给三皇子萧若解，也就是现在的明德帝。那说明卷轴上写的，并不是萧瑟的父皇，不然为何要撕毁它？是啊，可是当年负责此事的武大健都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所以也就没有人再继续追究此事。可是龙峰卷轴向来有2封，一份由武大健保管，意为传圣意；另外一份则由钦天监保管，意为承天意。一封卷轴被撕毁之后，另外一封本该送到钦天监的卷轴，却无故消失了。那武大健为何要纵容他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卷轴上写着琅琊王叔的名字，他撕毁了写着自己名字的诏书，武大健根本没办法拦截。但是几年之后，琅琊王军功赫赫，民心所向，那封不知所踪的卷轴却又突然间出现了。即便琅琊王不想当皇帝，在朝中、在军中，甚至在民间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逼着他当皇帝。当年藏起那封卷轴的人，就准备要动手了，掀起兄弟反目，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新帝即位，旧帝的武大健要去守皇陵，可当时大健着卿权势无双，所以他自然是不会甘心的。他从一开始便收起了龙峰卷轴，图谋着政变的那一天。我想，当年琅琊王叔一案，应该也是他一手挑起的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卷轴还没来得及亮出来，琅琊王叔就死在了法场之上，而他也在1个月后死在了皇陵。这件事，百草堂可没有查到。因为当年伤我的人就是锦轩，而锦轩是卓卿，
最亲近的弟子。卓青死后，龙峰卷轴再次下落不明，我想八成就是落在了他的手里。而这谨言又是五大剑中锦轩最得力的走狗，他能说动将军府，除了知道琅琊王叔救军的下落之外，手里应该还有足够的筹码。我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龙峰卷轴。我没明白，叶将军不是若依姐姐的父亲吗？他不是一直站在我们这边的？叶笑英是琅琊王叔最忠实的手下，他等这一刻等了很久，只可惜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但是选择上可能会大有不同。闺女，我遇见他那一年，那是为了防止兵变。他把位置留给我，是为了安抚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假装被他安抚，所以天下人知道我叶小英是为了琅琊王的死，对皇帝心生芥蒂，但是因为畏惧皇威，所以才不敢造次。这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结局，那我就做给他们看。父亲为何今夜这么多感慨？若依，今天我会派一队精兵护你出城，你先离开天启一段日子。为何？他的病情一直很糟糕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再加上，如今天启城中几位皇子争斗的又厉害，我生怕会出现一些变故。变故？父亲，你何时害怕过变故？你一直期待的不就是变故吗？我一直在帮助萧瑟，父亲你也是默许的，为何突然要送我出城？
且问你，萧楚河入天启，是为了当皇帝来的，还是为了查清当年那件案子来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自然是为了查案。那便是了。萧楚河一直没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当上皇帝，才能查清此案。一臣一君，那是天方夜谭。所以说，在这次他和赤王的争斗之中，我不看好他。可父亲明明之前很看重他。我看重他是为了看着他，就像当年我看着琅琊王，有能力有魄力，但是没有足够的狠心。琅琊王什么结局？琅琊王死了，被他的亲兄弟杀死了。同样的事情，我不想看到第二次。只是因为萧瑟从来不接受父亲的扶持吗？闺女，有一个道理你要明白，他毕竟是萧若锦的儿子。不管怎么样，琅琊王只是他的皇叔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琅琊王也没看错他。但是你爹我不想再当了。我不同意父亲的看法。既然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，那么坚持下去便是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所想，你忍了很多年，忍的不过是你没有写下的那个字，而那件事本来就是错的。若依，若依，还是一帮孩子。听说你昨晚也搬来雪罗山庄住了。不仅昨日，今后我都要在这住下了。跟你父亲吵架了，这倒是新奇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见过叶将军舍得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呢。他昨日说了很奇怪的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觉得，在这次天启之战中你赢不了，还说如果你是以臣子的身份，就算有再大的决心，也无法为琅琊王翻案。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你说的是龙峰卷轴？这件事你没有当着你父亲的面提起吧？当然没有。他若知道我们查此事，怕是真的不让我出来了。他应该是接受了那份卷轴，我猜接下来的一步，他就会召集琅琊军联系萧凌尘，发动叛乱。我也是这般猜测的，但这话从你口中说出，怕是已成定局。这将是北离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叛乱，几十万铁骑将踏过整片大陆，直至天启。无数的百姓将会因此蒙难，而蛰伏在北离周边的国家也会伺机而动。可是我不明白，琅琊王军叛乱，这对赤王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为何龙峰卷轴会在此时出现？为何卷轴一出现就会找到你父亲？若最终真是萧凌尘登基，宗庙归位于琅琊王，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现在还想不明白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绝对是个圈套。相信你父亲能想明白，但是他还会依然往里面走，因为他这个人极度自负，他对自己深信不疑，在陷入牢笼的同时，能咬死那病虎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最后再把那猎人咬死。他确实一直这般自负，可是这份自负，最终会害了他，害了整个琅琊军，也会害了萧凌尘。
就算最后他赢了，也会给北离重创。大将军动了。是的，今日他已经悄悄离城而去了。原本以为他做这个决定需要很久，或许他做这个决定已经做了4年，只等一个契机。如今契机在手，便再无犹豫。你提了什么条件？我说，想要新王继位，废除旧例，5大监不必再去守皇陵，他还得给我王侯之位。他同意了。哼，他骂我是一个奸猾小二，说还想学那前朝的9000岁。可最后他不还是同意了吗？陛下，叶孝英他不会察觉到了什么吧？别傻了，叶孝英可不是简单的武夫，他自然有所察觉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在这背后操纵着这一切的人是我罢了。龙贤，去通知那2位将军，他们代替叶孝英，成为北离军魂的那一日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当年圣上赶走所有的兄弟，偏偏留下我。你知是为何吗？因为皇叔是父皇一手带大的，不是其他几位皇叔能相比的。但更确切地说，是圣上觉得我不会跟他争天下。其他几位王爷啊，个个狼子野心，心怀不轨，留在天启都是大麻烦。我呢，他信我。琅琊王兄也不会，他也信他。这种信任是10几年建立起来的，并非一朝一夕。那为何会有4年前那桩案子？人呐，一旦坐上那个位置，是会变的。而且琅琊王兄太像一个优秀的皇帝了。历史上，凡是功高盖主的，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。那这么说来，皇叔即使满腹才情，也故意装出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吗？不，我本就是好诗酒风流，喜欢绝色美人，这不是装的，这就是我。贤侄啊，我监国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，没有半点纰漏。这朝堂之上，对我也是满口赞誉的。你刚才那话可差点意思啊。既然皇叔为国为民，那我就告诉皇叔一件事。何事？15天后，兵临城下，天启危在旦夕。这么严重吗？琅琊军。琅琊军？这世上哪儿还有琅琊军？如今叶孝英的北离中军，加上个琅琊王，就是当年的琅琊军。小色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自然知道。我说的这支军队，如果集结起来，整个王朝便会覆灭。你不像是在开玩笑。王离大军2万人，禁军3000，天启成兵8000人，再加上1300名虎贲郎，差不多有3万多人。而琅琊军有20万，兵法讲究时而为之，我们3万对20万，守城而战。到时候上下两军起兵勤王。我在回天启的路上，曾有军队试图阻拦，所以我断定背后一定有萧氏皇子。天启城有几位小王爷，
外面有几位老王爷，只要姓萧，他们都有机会做皇帝。你是觉得他们另有所图？我有很多种猜想，但不到琅琊王军兵临城下的那一刻，我都无法做出决断。但是此刻，我只希望皇叔能信我一次。这琅琊军一路北上，势如破竹，这些驻军们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。可父皇偏偏此刻病倒，这一切真像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棋局，而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棋子。那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我派姬雪过去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见到萧凌晨了。你想让姬雪去说服萧凌晨？你说，若此刻萧凌晨说不打，会有什么变故？他会被我的父亲绑在马上，灌上哑药，就算压着，也要让他去上战场。你说的对。那你为何还让姬雪去寻他？但是我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萧楚河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皇叔莫要着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给你时间。那你告诉我，你需要多久？如今秦王令已发出，其他两军何时支援天启？3日之内便能到达天启，但琅琊军只需2日。如果我们现在把王离天军召进城内，只需抵抗1日，便能等到援军。到时候内外联手，便能平定这场叛乱。真的会这么简单吗？为什么两军来支援的速度如此巧合？不快又不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好，我再等你1日，1日之后，我会亲自率人出城，去迎那王离天军。多谢皇叔信任。不下了。怎么说我的棋也算是得了阿爹的真传，就是下不过你。你呀，就是太急了。有的时候不要着急认输。虽然这棋局看上去败相尽显，但也只靠一步棋就能反败为胜，神转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也没看到。这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下棋，这要是被蓝月侯知道了，怕不是要被气吐血。哎呀，若依姐姐，萧瑟就是喜欢故弄玄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呀，肯定早就有主意了。这次你可说错了。你看这棋局，就跟现在的天下一样，一团乱麻。我见到萧凌晨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马踏天启，直杀太阳殿，而且还是当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发的誓。没了。他最后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之血脉，又岂有后退之理？你萧楚河承袭琅琊王之衣钵，又岂有不战之理？”完了完了完了！他之前看起来像是跟我们一伙的，现在看来是要跟我们不死不休了。身处险境，方可绝处逢生。神转之棋，我找到了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据我所知，是没有的。他人呢？为何不自己来见我？他说怕侯爷听了拔刀砍他，就先溜了，去白小堂那儿了。怕我砍他？我明白了。
他和叶笑英和萧凌晨是一伙的。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萧瑟说：“求您信他。”信他？这要错了，可全完了。可就算对了，也不一定会赢啊。楚河，父皇，你自小与凌晨一起长大，届时要大义相劝。萧氏一族不可发生内斗。我与若风这辈子的恩恩怨怨就到这儿结束了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当守护天启，守护萧氏一族，守护父皇。楚河，哼，笑话！不知七弟觉得我哪句话是笑话？我听闻蓝月侯前一日去了你的府中，第二日便离城而去了，说是去迎王离天君，可至今未归。我还听说，天启城城门大开，迎狼牙军入城，也是蓝月侯提前下的令。我看你和蓝月侯根本早就和叛军串通一气了，要把这天启城拱手让人呢。好让那上军与下军坐收渔翁之利是吗？全军戒备！终于还是进来了，狼牙军。开宫门，圣上，不许无谓的损伤。我在这儿等他。开宫门！
明德帝之子，琅琊王萧若风均属学生。永安王萧楚河，请全军退避。可他们都死了！北离大都护，一军可都死了！就剩下我一个金家大将军。楚河，儿臣在。宣旨。旨从何来？顾念，你宣。儿臣遵命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属孤，误判。父皇，您这是要下罪己诏啊！念：属孤，误判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现奸人已然伏法，就案昭雪。此局谥浩大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现奸人已伏法，就案昭雪。赐其谥号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之不断。其子萧凌晨承其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
臣领旨。我父帅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平叛乱国之灾，自吾入狱。当年天启成乱之夜，乃是我与父帅亲手谋划。我父帅为了国家安定，舍一身荣耀，于法场上自刎以定天下。尔等作为我父帅的马后之兵，不以将军之令为首，反兵至皇城，要谋乱天下，还配得上琅琊君3字吗？大将军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做皇帝啊？这是父皇，圣上，父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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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德22年春，明德帝承认琅琊王谋逆案乃是误判，下罪己诏恢复琅琊王名誉。金甲大将军叶孝英引兵入天启，着新进微服法，进言失邹。后史称今日为琅琊兵变。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2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2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事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孤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孤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背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2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孤会让乐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2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2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
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长龙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姑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男爵大胜归来之后，十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无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二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：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龙封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。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。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至天启。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姑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
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。这一次，姑该如何选择？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哼，这个回答，姑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姑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姑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。这些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。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，这些年，姑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，你猜，姑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，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。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说吧，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你很好啊，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没变呢。是，姑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姑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姑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姑对自己也很失望。这一次输得太彻底了，太彻底了呀！殿下，本王本想着，此一番天下必定大乱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只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最后，不管是天启城还是琅琊郡，全都安然无恙。
可笑，可笑。是我失算了。不是因为萧凌晨，是因为萧楚河。他让王离天军离开天启城，去拦上下2支秦王之师。我方才收到洛成军的信，他说领兵的一身绿衫是叶孝英的女儿叶若依，他们还以为叶若依是叶孝英派去的。便是萧楚河的这一招棋，就让我所有的部署都功亏一篑。殿下，这输了就输了吧。不过，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你是说百官联名？本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可是当我听完所有的事情，还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溜走了。简言手上那份名单。简言公公手上有一封琅琊兵变的所有朝廷官员的名单。可是这也是为什么萧凌晨率领20万大军可以顺利到达天启的原因。有这份名单，相当于扼住了那些官员的咽喉。要不咱们也去抢抢？我看你最近心情不错，倒是学会开玩笑了。毕竟已经了却了一桩心事。不过这件事我可不是开玩笑。这份名单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，利用这份名单威胁那些官员为其谋事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如今这天启城中全城戒备，谨言逃不出去，就得找个地方躲。你猜他会躲在哪儿？莫非他会去找那个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？白王居然去了红青殿，看来大家都猜到了，锦仙公公是谨言公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只不过锦仙公公的交道可不好打。二哥有圣上口谕，天启上下就没有他不能打的交道。毕竟谁都不想下天狱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圣上为何要将此事交给白王？二哥为人做事稳重，交给他去做，才能够服众。我们呢？我们才是解决了这场兵乱的人。我们在他们眼中是琅琊王军一伙的，让我们去查，只怕天启城中的那些官员都会寝食难安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既然此事已经交给了白王，我们很难参与其中，总不能明抢吧？方才我们白小堂迎来了一位特别的主顾，锦仙的人。你这么聪明，就会显得我很呆。说吧。锦仙公公已经联系我们了，说会把谨言送到我们白小堂，让我们把他保护起来。那太好了，等谨言被送到白小堂，我们就把他抓起来，这样手术不就是我们的了？姬雪虽然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白小堂这么多年的声誉，可不能毁于一旦。情分是情分，生意是生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自然是等一等锦仙公公的条件了。不能就这么等下去。我已经猜到锦仙公公的所需了，我们需要为此做准备。若依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外面盯梢的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，整条街都被探子给包围了。以前只有白王和赤王2家盯着我们，但如今半个天启城的人都在盯着我们，我们的敌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。对这支手书感兴趣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相信萧雨那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我们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他们的敌人。但如今，半个天启城的人都在盯着我们，我们的敌人比以前多了许多。对这支手书感兴趣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相信萧雨那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我们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他们的敌人。没有我们，没有。谨言说了，你们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哼，谨言不成大器。看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又有什么馊主意？
若依，明日一早跟我去个地方。好。朗朗乾坤，青天白日，二位王爷好生悠闲，不去办公，来这赌房干什么？萧楚河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既然来这赌房，自然是要参与赌局。哼，你们有人微直，有人幼稚，而我就不一样了。你哪里不一样？我要掀翻这赌桌。锦仙公公别紧张，是我。我记得我们的名单里，并没有永安王殿下。可你们的名单里有白小棠，而我们白小棠便可以由永安王殿下来代表。说的不错。你一个朝廷钦犯，在这里大会王爷和代大理寺卿，你胆子够大。不过我倒是可以理解，你现在破罐子破摔，千军万马独木桥，此时心中唯有一个念想，那就是活下去，对吗？殿下有何高见呢？不用去天狱，不必再被大理寺追杀，开开心心的活下去。殿下能做这个主？我自然是不能。殿下有话不妨直说。果然，锦仙公公还是个聪明人，虽然我不能，但是他可以。这是免你罪的手谕，看仔细了。不愧是锦仙公公，从未让我失望过。那我们这就启程。殿下可否安全地带我们进入皇宫？我身后有一位天才少年剑客，一位未来的女枪仙，门口还有虎贲郎守候，再加上白小棠的护卫，这还不够吗？那就多谢殿下了。甭客气。各位，愿赌服输，承让了。诸位，谨言已经选择了永安王殿下。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，还请诸位暂时离开千金台，1日之内，不得再靠近这里。萧楚河，哎，别这么大声喊我名字。哼。你给了他们什么条件？我如果说，我给了他免罪的手谕，
你信吗？不得不承认，你永远比我多想一步，这点我不如你。此事，姑已经交给你的二哥去查办了。父皇让二哥去办此事，是因为需要有这么一个举动，来安抚朝野上下的心。可若是二哥真的查到了呢，并且把手书呈上来了，那这份手书该如何处置？难道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宣读上面的名字，治他们的罪吗？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一份密旨，一份赦免谨言死罪的密旨。萧瑟，你说皇帝为什么不直接把免罪手谕给白王呢？白王现在带大理寺卿，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。倘若父皇直接给他，那就相当于是暴露了自己的私心，而帝王者的私心，绝不能被人知道。我明白了，皇帝为了平悠悠之口，必须安排一个人光明正大的去查这件事儿，但他又想悄悄的先拿到那份联名书，所以你便去请了那道密旨。普天之下，也只有我一人敢揣测帝王之心，也只有我敢直面说。还真是老狐狸生了只小狐狸呀！那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吗？还差一步，我相信那个人快要按捺不住出手了。这一次，我定要断萧玉一臂。两位公公还是如此谨慎啊！我已经给了这么多筹码，但还偏偏要走这夜路。王爷误会了，谨言只是走夜路，走习惯了。锦仙公公也要跟着吗？锦仙不才，只想再助一臂之力。那便有劳公公了。前面就是纵鱼街了。我感受到了，这里的气息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：魑魅魍魉。锦仙公公形容得当。哎呦，我这听你们说的，怎么这么吓人呢？吓人吗？你这辈子也害死过不少人，你知道这些人在临死之前心里有多恐惧吗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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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这个关头了，你就别再教训我了。我自知罪孽深重，罪孽深重，但是我还是想活下去啊！命的人。我认出来了，你就是太师董柱身边那个护卫。太师也在名单上，该死！剩下的就交给永安王殿下了。小心！掌印剑由我亲自送你入城，你可会觉得荣幸？
辛苦你了。玉。永安王殿下的武功，比起当年已经精进不少了呀。要不是你当年废去我的隐脉，我还不会有此时的成长。哼，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永安王殿下应该感谢我了。那我今日就废去你的隐脉，就当是对你的报答。金轩，快走！徐怀公，是你杀了纪玉？是我，又如何？你圣上有旨。宣永安王萧楚河入宫觐见。参见父皇。圣上，奴才该死。谨言，你不愿意去守皇陵，所以引琅琊军入京。这本已是死罪呀，但你还试图利用手中的一份谋逆名单，引姑的几个儿子争斗，此罪那该怎么算呢？凌迟。是啊，凌迟。可是既然楚河已经告诉你，姑不会杀你，那姑自然就不会杀你，甚至不会让你去入大理寺啊！谢圣上隆恩，谢圣上隆恩。把列明书交上来吧。你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上面的名字吧？嗯？儿臣不想。若是在我手中，自然是想。可是他现在在父皇手上，这个秘密本就该一个人知道。父皇要是想念，就念呗。姑不用看就能猜到。这上面是谁的名字？这第一个名字嘛，想必就是太师董柱啊！啊？哈哈！父皇，其实啊，这上面大部分的人并非想谋反，他们呢，只是认为姑不行了，北离是萧氏的，却不一定必须是姑的。你们有人要抓这上面的人，倘若真的是抓了，那么朝廷怕是就完了。
过经此以后，也不会有人再想换一宗萧氏来继承这个皇位了。多谢父皇。姑的时日不多了，能帮你们的也不多了。你们呢，都要学会自己帮助自己。君王治天，重在治心呐。人心多变，就算这一次他们感谢父皇的恩德，但下一次他们动异心又该如何？那就杀了，一个都不留。宣景仙，宣景仙，圣上。谨言，若是放任江湖，必然遭人利用和追杀。若是将他打入天狱，想必他也会怪姑。姑就把他交给你吧。啊，谨言、谨仙，你们可有异议啊？臣不敢。谢圣上，草民不敢。奴才样！谨仙，把谨言带下去吧。是。重儿，父皇，这份手书被销毁的事儿，你找办法，就在今日，要让全天启城都知道这件事。儿臣明白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事向上奏。你说。在虎贲军护送谨言的过程当中，大见谨宣违抗皇命，公然阻拦，还望父皇明鉴。谨宣，你给姑起来！陛下，方才楚河说的可是真的？陛下恕罪，谨宣的确想在谨言入宫之前救下他。你好大的胆子你！陛下，谨宣自幼与谨言一起入宫，虽然不是兄弟，但是却更似兄弟。此次他铸成大错，无可挽回。谨宣的确留有私心，想要救下谨言，但是那份手书自然会留下，交给陛下的。谨宣大见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可笑？父皇，谨宣所作所为，并非一己私欲就能盖过，还望父皇明察。谨宣，自今日起，你禁足平心殿。若无辜的亲准，不准你踏出殿门一步。重儿，父皇，你来查谨宣私自出宫和抢夺手书一事。儿臣遵命。谨宣公公是父皇的伴读大监，从小陪着父皇一起长大。你想让父皇杀了他，没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我今天没有打算就此杀他。父皇能把他关禁闭，我已经知足了。至于后面该怎么做，就得拜托二哥了。唉，这就是个烫手的山芋啊。不过相比谨宣大监，这个谨仙公公倒是更值得信赖的人。没想到他能为谨言做到这一步。
不过是个愚蠢的人吧，空有能力和权力，却只想救一个不是同宗的师弟。所以说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那你们又何尝是一路人？我和锦仙公公也不是一路人。若论意志力，我不如他。那你们两个人呢？难道有了点恩德，就能成为一路人了？哼！我们想法有些相同，不过走的路却千差万别。六弟，看来我们也不是同路人。是啊，我们走的是两条路，不过是偶尔交汇在同一条路上，走了一段罢了。最终还是要分道扬镳的。二哥，以后的路只会更难走。父皇的身子，百病易治，心病难医。陛下，您和锦轩大监的情谊很深吗？是啊，锦轩呀，他是孤的伴读太监，与孤自小是在一起长大的。难怪他犯了那么大的罪，您却只是关他禁闭罢了。人在天启中，尤其是身居高位，哪能避免做些糊涂事呢？你看看当年跟孤在一起的这些人，一个一个的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已经离开了天启，唯独锦轩还在。孤啊，是真舍不得杀他。陛下，您是个念旧的人。花锦，孤还能活多久啊？陛下，您不要想这种问题，您只要相信我就好。孤自然相信你，只是孤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用你的医术，让孤再多活几天吧。